在上集影片最後，我們早上去了鹿兒島的仙岩園，下午去爬了南九州第一高峰韓國岳，傍晚驅車260公里前往五熊溫泉，下榻在五熊溫泉站前的中央飯店。在這集影片中，我們即將要前往長崎，展開長崎一日遊，登上世界文化遺產軍艦島，還有市區的另一個世界文化遺產哥拉巴園、警惕世人的原爆資料館與平和公園，最後是世界新3大夜景的道佐山夜景。和牛自由，等等泡泡面吃这个，超讚！還有這個有海膽欸，然後這樣子是多少啊？80塊不到吧，超便宜。哇哦，吃看看，你吃看看。這是五熊溫泉站前的 Central Hotel， 離車站很近，附近也很多吃的，很方便。今天第一站是要到長崎坐船去軍艦島，從五熊溫泉開過去大概1個小時。我們是搭早上10點半的船，要提前找船公司預定。一般完整的軍艦島觀光行程，包含去回程、登島導覽約1小時，總共會需要大約2.5到3小時。在長崎外海有一座外形酷似軍艦的無人孤島，它的本名叫做端島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軍艦島。這裡在20世紀初因為盛產煤礦而極盡繁華。小小的島上擠滿了學校、醫院和日本第一棟鋼筋混凝土大樓，人口密度曾高達東京的9倍。但隨着能源轉型，礦坑關閉，居民在4個月內全數撤離，讓這裡瞬間成了海上的時空膠囊。這座見證了日本工業奇蹟與滄桑的廢墟，也在2015年被正式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。終於換我們登島了，我們運氣不錯，是個萬里無雲、風平浪靜的好天氣。因為天氣不好時，是可能無法登島，甚至無法出航的。溫馨提醒：行程確定後，最好也是趕快訂船。我那時就差點訂不到船班，很多家都滿了，只剩這家。島上無任何遮蔽物，天氣好時請做好防曬準備。上島只能沿着規劃好的外圍步道參觀，無法進入島中央的部分。2012年的007電影《空降危機》中，反派的鬼城基地就是以軍艦島為原型打造的，但劇組當時因為安全考量，改在倫敦棚內搭建分鏡和使用特效，完美還原了軍艦島的實景。軍艦島真的很震撼，很值得一來，圓了我上次來長崎沒能來的遺憾。島的另外一頭也是過不去的，步道大概就只有1/4圈。拜拜嘍！靠近軍艦島時，也可以上甲板拍照。我們訂的是 Seaman， 早上10點30分與下午1點40分各一班，一位大人是3900日幣。本日第2個景點是哥拉巴園。回到長崎市區，順着南山手的斜坡向上走，藏着一座洋溢着19世紀浪漫情懷的異國花園。
聽說也是世界遺產。這裡曾是幕末時期外國商人的居留地。走到花園最高處的觀景台，整個長崎港的無敵海景江在眼前一覽無遺。精緻的噴泉，還有伴隨風聲飄來的西洋音樂，會讓你瞬間產生錯覺，仿佛正走在歐洲的某個古老小鎮。在園區錯落的洋房中，最耀眼的就是這被列為國家重要文化財的舊哥拉巴住宅。它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木造西式建築。房子的主人湯馬士·哥拉巴是一位來自蘇格蘭的傳奇商人，在幕末動盪的年代來到長崎，不僅把鐵路、造船技術引進日本，甚至還秘密協助坂本龍馬等維新志士購買武器。可以說，這座美麗的溫馨宅邸其實悄悄見證了日本現代化轉型的關鍵歷史。我一個人要來參觀原爆資料館了，因為大叔說他之前已經來過，不想再來一次這麼沉重的地方了。1945年8月6號，廣島原爆後的3天。8月9號，另一顆名為 Fat Man 的原子彈在上空爆炸。資料館內沒有多餘的刻意渲染，只有最真實的歷史殘骸。每一件展品都在無聲地控訴着核武器的毀滅性力量。這一個就是當時落在長崎原子彈的真實大小模型。在這可以看到被數千度高溫融化變形的各種物品，還有展出當時受到原子彈爆炸波以及輻射感染的受害者照片。也可以看到，光是美俄兩國合計就有快1萬顆核彈頭，真的是很恐怖的數量。這是離資料館很近的爆心地公園。保留了當時被爆的地層。1945年8月9號11點02分，即是原子彈爆炸的時間點。這是原子彈落下中心地碑，周圍一圈圈象徵當時的爆炸波。此為浦上天主堂遺幣，是殘酷戰火的見證物。不遠處還有一個平和公園，映入眼簾的是莊嚴的和平祈念像。他右手指向天空，提醒着原爆的殘酷；左手平伸祈求世界的安寧。今天的最後一站稻佐山就在這個正後方，一起上去看夜景吧。我們本來是要直接開車上山頂，但開到一半路就被封起來了，還是得坐單軌電車上山。穿過這一段詭異燈光的走廊，新山大夜景就在前面了。位於長崎市區西側的稻佐山，是俯瞰長崎港絕佳的天然瞭望台。更曾榮獲世界新3大夜景的殊榮。來到長崎，絕對不能錯過這片被譽為1000萬美金的璀璨星光。這一集影片差不多到尾聲了，喜歡這部影片的話，別忘了訂閱、按讚、熱推。下集9州最終章見。